在勘察的过程中，他们一定发现了一些线索，这些线索会形成想法，当这些想法产生之后，他就出现了。与此同时，原本勘察计划的阻碍也就产生了。又是他！你的意思是，当对长生秘密的勘察有了进展，人们因此产生一些想法，他就出现了。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，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这是你的猜测，不过这个村子我很早就知道了，而且在村子里面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到黑眼镜告诉我裘德考的队伍到了之后，我马上就带人赶到了这里，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凶险万分。我跟你们讲，胖爷我什么凶险地方没去过啊？这破狱俑啊，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要不是因为我几天没吃东西，实在饿得打不动了，我也不会挂彩。哎，山妹好，别乱动。哎呀，这帮孙子，下手忒黑。哎，小哥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啊，我现在这样全是被你害的。之前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你在床底下放个破铁块啊，那密骆驼洞里多的是。你说那玩意儿不值钱，你为什么把它当宝贝啊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你就是为了提醒自己那个地方危险，千万别去送死。哎，我说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小哥，他记忆都还没恢复呢。有你在这儿呢，我怎么敢怪小哥呀？我的意思呀，其实是，既然咱们已经知道这入口啊在山里，就乘胜追击，赶紧回去搜山。来，扶胖爷起来，我亲自去办出院。你就别嘚瑟，你伤口都没好呢，万一回到巴乃再出问题怎么办啊？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再说了，你不着急给小哥找回记忆啊？啊，你不急我还急呢。你看我这受伤了，都出来这么多天了，这云彩该担心我了。快点！不是，你真行吗？放心吧，我能行。现在知道疼了，谁让你不养好伤就跑回来？嗨，本来以为都好了，谁知道这还有点疼。没事儿，你胖哥我呀身体壮，这点伤跟玩儿一样。这还只是轻微感染，你要再严重一点，我们村里的小大夫根本就救不了你。我这不是惦记着你，怕你担心我吗？好啦，这次好好养伤，别再乱跑了，听我的。好，听你的啊。哎，站那儿，别动，懂不懂规矩啊？说来就来的，把这当自己家了。我说你们几个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老板知道你们回来了，想见你们。合作嘛，我是有诚意的。这份帛书不是真的。对，这只是我高价买来的复制品。拿复制品出来，算什么诚意？帛书里的内容你看得懂吗？能看懂一部分。
上面指向的地点，好像就是这里。没错，柏树提供的线索就是这个地方。那还有什么价值啊？年轻人，真正有价值的应该是这份乳黄柏书的来源。你们追寻柏书这么久，有没有想过这份柏书到底从哪儿来的呢？你知道？其他的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手里这一片，据我所知是出自九门行期。霍仙谷。原来这个霍老太太早就查到了黄渤的线索，比我们都还要早。这没什么可惊讶的，人嘛，活的时间越久，知道的秘密就会越多。毕竟老九门那一代里，目前还健在的就剩他一位了。怎么样，小三爷？现在我的诚意足够了吧？好，我可以跟你合作，不过你的手下必须配合我的行动。那么，下一步行动是什么？搜山。你说张家鼓楼在山里？你只管搜山就好。先要找到张家鼓楼的入口。小三爷，你放心，我知道那个地方不能随便进。喂，小花，我有个信息要告诉你。秀秀告诉我，说霍老太太家里有格尔木疗养院的录像带时，我就觉得她一定知道一些内情。毕竟在西沙失踪的，是她亲生女儿。裘德考有一点说的没错，霍老太活得太久了，她如果参与这件事情，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。你们经历生死，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些信息。那老太太呀，可能早20-30年前就知道了。枪还是老的辣呀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看来得找秀秀帮忙了。让她从她奶奶那儿得到一些线索。好，有消息随时联系啊。嗯，好。那你呢？我呀，给你送回北京，这单活就算结束了。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接着回杭州开我的按摩店去了。我说天真，你这招管用吗？啊，咱都挖了这么半天了，这连个入口的影也没看着。既然是张家鼓楼的入口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啊？继续挖吧，说不定很快就找到了。几位，我说你们给的线索不会是错的吧？咱们都在山上忙活这么多天了，怎么什么也没发现呀？老板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人力物力，别到头来一无所获，不好向他交代。这羊角山那么大，我们又凭人力，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啊？你管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那我就只能静待佳音了。你们几个先原地休息一会儿，养足了精神再继续找。好。还有多少水？还有一半。来，喝水。
来了这么长时间，第一次在这个角度看见八奶，这依山傍水的，比北京清静多了。这是我之前画的《水下瑶寨图》，你仔细看一看。这么一对比，是不是和地面上的瑶寨一模一样？还真是。你看这小路的交叉，这房屋加上篱笆的分布，一模一样啊！小哥，你神通广大的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啊？水底下那个瑶寨，就是原来的瑶寨。只不过遇到的天灾，湖水倒灌，把它给淹了。这老祖宗呢，就在相似的地方，按原来的格局又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。这么高的相似度，除非在原来的村落淹没之前进行精确的测量。不过当时的技术并没有那么发达，谁也没有这样的造诣。话别说死，万一有高人呢？这样也说不通啊。因为根本就不可能。瑶族对原本村落的规划并不苛刻，这图上的布局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为什么要建筑一个一模一样的村落呢？那照你的意思，原来就有2个一模一样的山寨，只不过一个沉到水底下去了。但这样也说不通。如果在湖水淹没之前建造一个相同的村落，当地人一定不可能不知道。至少也会留下传说。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了，从来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，是不是也太奇怪了？除非有一些人或者一股势力阻止了流言的传播，刻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。你想啊，这水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很了解了，这个湖是死水湖。湖底连着山体，所以很有可能原本的村落就是在这山里面建的，只不过有人刻意引水造湖，把整个村落藏在了湖底。胖子，你还记不记得盘马说过的魔鬼的故事？人不可能死而复生。你确定他们和之前的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。老的考察队被人抹掉了，一支来历不明的新队伍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替换。我这么说来，是不是和这瑶寨被复制一模一样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像镜像阴谋。镜像阴谋是什么阴谋？镜像阴谋的核心就是隐瞒，也就是说，阿贵的村子就是假的。为了不让人发现真的村子已经消失了，刻意建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村落。这样的诡计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。原本村子的人已经消失了，而是另外一群人建造一个完全相同的村落，假扮成村里人，在假的村子里面生活，并实施他们的计划。那这伙人的目的是什么？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现在的人根本无法考证事情的真相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哎，你们看这平面图，像什么？这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麒麟啊？
而且这个麒麟怎么跟小哥身上的纹身一样？很像。小哥，把你的衣服脱下来，让我们再看一下。我画下来，对比一下。出来了，来吧，研究研究。真的好像啊！哎，你们看啊，这湖底的鼓楼的位置，正好是在小哥吊脚楼的位置上。对比身上的纹身，正好就是麒麟的眼睛啊！这样看来，至少能确定一点，小哥自己可能忘记了，但他跟张家鼓楼一定有很深的渊源。嗯。云彩，云彩，不好，云彩出事了。天真，先别告诉阿贵叔，免得帮不上忙还干着急。云彩在我手上，想救他到水牛头沟。塌肩膀，这肯定是个陷阱，一定是那个塌肩膀设计的。这个塌肩膀太无耻了。你有什么事跟我胖爷正面刚啊？你动一姑娘干什么？塌肩膀上次害我们，就是我们快找到线索的时候。如果这一次还是他干的，就证明我们的推测是对的，搜山一定会有结果。就算是陷阱，我也要去救他。一起去。云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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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彩。等等。云彩的。我就说是陷阱吧啊！这一闻味儿根本就不是人血，就这点下三滥的伎俩，骗鬼呢！走。云彩，云彩，云彩。这血衣也是云彩的，挂在这么明显的位置，摆明就是引咱们上钩的。前面就是水牛头沟了，差不多，蜘蛛也该出来了吧？不管前面有什么，胖爷我都不惧他。哎，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？被咬了一次还不够是不是？我出门前带了草药，抹在身上吧。能防蜘蛛。走吧。走。天真，你这护甲真的管用啊！这帮毒阎王都绕着走了。云彩，
别去危险！救我，胖哥！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去救他。我知道你很着急，但是你看，他肩膀设置好了陷阱，就是要瓮中捉鳖，把我们一锅端了。我们现在不去救云彩，保不齐他就躲在暗处背后捅刀子，还是小心为妙。不行，我认真的。如果这次我交代了，哥们儿我也认了。胖子，胖子小心！孙子，敢阴你胖爷！没什么。你们去救人！哎，胖哥，救我！云彩！胖哥，你小心啊！胖哥，小心！来了！没事吧？胖子，快走！走！哎，云彩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衣服上有草药，披上。胖子，没事吧？天真，保护好云彩。胖哥，胖哥！胖子。妈妈说了，这附近有解诸毒的草药，敷上之后人就会醒过来。云彩，这里应该挺安全的，你留着陪胖子，我马上回来。从密洛陀洞里逃出来，还能这么厉害啊，张启灵！你到底是谁？哼，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追究我的身份。胖哥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。刚才你敢把刀靠近胖子，你就已经死了。我现在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我也不想这样。你
到底是什么人？天真，老板，胖哥哥叫你。死胖子，又给我乱七八糟。死胖子，你找我啊？没有啊。那云彩。哼，这小姑娘看上的不是你，她就想跟小哥聊天。看来我亲爱的胖爷失恋了。你一直跟在我们身边，因为派你来的人需要掌握我们的信息。你是他肩膀的人，对吧？他跟盘马一样，都是他肩膀的人。胖子明知道这是个陷阱，都奋不顾身要来救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没有办法，那个人他一直逼我，我是被逼无奈的。你们寨子里头，还有多少人知道他肩膀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寿命跟在你们身边。看来我们推断的没错，这个云彩在我们身边待了这么久，说明他肩膀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。他等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手，偏偏这个时候才行动，说明他怕。他怕我们找到鼓楼入口。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说出那个人的身份，我就放过你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既往不咎。我不会告诉胖子你做了什么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北京，重新过回正常人的生活。只要你愿意。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张起灵。张起灵？为什么他的名字跟你一样？我不知道。云彩，怎么回事？中毒，扩散太快，救不回来了。解药呢？解药能救吗？来不及了。他肩膀应该是用下毒的方式威胁他为自己做事。云彩迫不得已才会对我们下手吧？云彩，云彩，云彩！帮我跟胖哥说对不起。云彩。
我是真的喜欢，我从来没有开过玩笑。别去了，胖子心里肯定比你我都难受，让他安静待会儿吧。那个人跟我同名同姓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。小哥，你就别自责了。你身世背后这么多谜团，连你自己都解不开，这事赖不了你的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帮警察查到证据，一定要查到张家鼓楼的秘密，这样我们付出的，胖子付出的，才有意义。他肩膀也叫张起灵，难道只是巧合吗？八奶的瑶寨替换了水下的瑶寨，这么一对比，是不是和地上的瑶寨一模一样？西沙的考察队也替换了这里的考察队。人不可能死而复生，他们肯定是妖怪，就是湖里的妖怪。你会不会是也替换了那个张起灵？你想啊，你们两个同名同姓，而且都有7长的手指，并且你还跟他一样，都在这待了这么多年。这唯一不同的，就是你的纹身是麒麟，而他的是穷奇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把麒麟跟穷奇的纹身拼成一块儿，就能组成一张地图？又或者说，你们张家还有别的神兽纹身，集齐所有的纹身拼在一块儿，就能找到张家鼓楼？哎，算了，你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。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帮胖子尽快走出来了。胖子，胖子，小哥，出什么事了？胖子不见了，房间都找遍了，哪儿都没有。我担心他自己去找他肩膀了。水牛特工。烧死你个王八蛋！烧死你个王八蛋！烧死你们！你疯了！这火要点下去，半座山就没了。半座山，老子要把整座山的支柱全都烧了！你冷静点，我冷静不了。他见把把云彩杀了，老子要跟他拼命。那我们就去抓了他，交给警察，不是在这放火。我玩起命来，他不一定是个。把打火机给我，给我！胖子，别拦着我，谁都别拦着我！把打火机给我！胖子，你看着我，你的理智呢？你的理智呢？就算你把蜘蛛都烧了，他肩膀也不会出来的。
肩膀，你不是不想让我查吗？就算把这座山翻个底儿掉，老子也要找到张家古楼！啊，原来张家鼓楼藏在山里啊！吴邪他们现在还在巴乃搜山，在寻找张家鼓楼的入口。我说小花哥哥，你不跟他们一起去搜山，一个人跑回北京，是有什么新发现吧？这裘德考手里有一块鲁黄帛，而这鲁黄帛的源头跟你奶奶有关。又是我奶奶，我奶奶那脾气你也清楚，你觉得我能从她嘴里问出点什么呀？这个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哎，山美，水美，人更美。咱们山里是穷了一点，但不至于买不到新鲜蜂蜜。这买的能跟摘的一样吗？啊，这少了一个关键的味道。什么味？爱心味。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叫我胖哥哥就行。胖哥哥，该换药了。胖哥哥，你真勇敢。哎，胖哥哥，你伤好的真快。多亏啊，你照顾我。这哥哥给妹妹做个饭不是应该的吗？闻闻香不香？好香啊！爸，哎，云彩，你敢耍你胖哥？我就喜欢螺蛳粉，这叫臭而不腐，闻之开胃，是吧，云彩？哎呀，阿贵叔啊，你就放100个心吧啊！我给你保证啊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这云彩啊，连一根头发丝儿都少不了。胖子，你去哪儿？搜山。搜山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胖爷，我说到做到，一定要找到张家鼓楼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你是为了提醒。几位，你们给的线索不会是错的吧？往上走，我给你画下来，对比一下。小哥点点头。好，可以。这是他肩膀，上次害我们的。他肩膀什么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云彩，你还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还想被再咬一次是吧？你不看那边吗？胖爷我不惧。
好，来，再来一下吧，来。再重来一下。隔壁。我球。那个，我不觉得随便。再来一个冲出来了。打，再打。 没事吧？来，头发。云彩，没事吧？这样。看，来，你回头你往。看，再来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啊，继续。他跟盘马一样。回来。看，听一下。出来了。你们俩还在这里都同意？你们两个别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，唯一不同的。再来一下这段啊，对不起。来，我们从头来一下吧。好。从头来一下。对不起。就那皮头鬼，然后干嘛 ？OK， 好，这就。你疯了！这火要点上去。你再往后一点。潘子，你疯了！这火要点上去，不然做啥证明啊？你疯了！确实疯了。我觉得他们现在。